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哥哥带我玩。我靠！我难道穿越了？而且还保留了上一世和这一世记忆。刘老汉，朝廷的皇粮拖了整整3个月了，今日再交不出粮食，本官可就要拿你们一家去大牢里问罪了。赵大人开恩呐！今年大旱，连村口的河都见底了，地里颗粒无收，我们一家老小只能靠树皮、野菜充饥，实在拿不出粮食啊！天灾是老天爷的事，收粮是本官的事儿。我看你这女儿手脚还算利索，既然没粮，就把她卖到窑子里抵债吧。带走。柴家使不得呀！小女才12岁，您发慈悲，求您宽限几日，我们就是砸锅卖铁，也把欠您的粮食凑上。少废话！欠债还钱，欠粮拿人，再敢阻拦，按抗拒官府论处。动手！住手！大钱律法第3卷第7条，逢大灾之年，地方官府当开仓放粮，免除赋税3年。赵大人，你就算把我们一家逼死，你也变不出粮食向上头交差。不如我们打个赌。赌什么？给我3个月时间，3个月后，我不但能解决全村的温饱，我还上交3倍的皇粮。3个月，3倍皇粮，刘景，你怕不是烧坏了脑子吧？现在连一滴水都找不到，你拿什么种地？连村口的河都干了，没有水，种什么都是死啊！我身为穿越者，要是玩不过这帮未开智的古代人，那简直是白活一世。赵大人，若我做到了，你立刻辞去官职；若我做不到，我刘景项上人头，你随时拿走。这个赌约你敢不敢接？狂妄至极！一言为定，3个月后，本官亲自带铡刀来收你的脑袋。我们走。景儿啊，你在这荒地里转悠大半天了，到底在找什么？这地干的都能冒火星子了。爹，您看那边的几株野草，虽然枯黄，但根茎比别处的粗壮，而且这片地势处于2山交汇的低洼处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下面有一条地下水脉。地下水脉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水不都是在河里天上吗？地下怎么会有水？爹，有些事情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。我们在这个位置挖下去，一定能出水。刘老汉，你家这小子是不是昨天发烧把脑子烧坏了？他居然说地底下有水！我活了60年，从来没听过这个说法啊！就是啊，要是地下有水，那龙王爷还不得喝西北风去啊？刘景，你跟赵大人打那个赌，纯粹是找死啊！是不是找死？挖开就知道了。爹，小妹，帮我把这块地表的硬土层刨开。哥，我信你。唉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爹就陪你疯这一回。哟，这不是要交3倍皇粮的刘大才子吗？怎么知道自己死期将至，提前给自己挖好坟头了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赵大人，期限还没到呢，你怎么就来了？哼，本官是来巡视灾情的，顺便看看你们一家是怎么白费力气的。刘景，本官劝你别白费心思了，这地下要是能挖出水来，本官把这坑里的泥全吃了。赵大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别到时候真挖出水来，你又赖账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本官倒要看看你今天能挖出个什么名堂！
爹，拉绳子，快拉我上去！水，出水了，真的出水了！龙王显灵了，老天爷开眼了，有救了，咱们村有救了！甜的，是甜的，景儿，你真的挖出水了！哥哥太厉害了！赵大人，水出来了。你刚才说你要吃什么来着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妖术！你用了什么妖法？妖法？这是天地造化的水脉，是救百姓于水火的甘霖。身为朝廷命官，不思救灾，反而阻挠百姓自救。赵大人，咱们的赌约才刚刚开始。你别得意，就算有了水，没有种子，3个月后你一样交不出粮食。我们走。景公子，之前是我们眼瞎，错怪你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说怎么干，咱们全村就怎么干。乡亲们，有了水，咱们就有了活路。接下来，我要带大家种庄稼，让大家再也不用饿肚子。景儿啊，这粮价一天一个样，咱们家里凑出来的这点钱，连半斗最差的陈米都买不到。爹，陈米种下去收成太慢，而且产量极低，根本不够交3倍皇粮。我们得找一种长得快、产量高的东西。这世上哪有这种神仙种子？就算有，也轮不到咱们这种穷苦人家呀。西域奇珍，便宜卖了，只要1文钱1斤。这什么破树根，长得跟土疙瘩似的，还发芽了，能吃吗？能吃，能吃，在我们家乡，这叫地瓜，烤着吃很甜的。呸！西戎之地的树根也敢拿来骗钱，这东西看着就有毒，白给都没人要。这是红薯。客官认识此物，不仅认识，这可是救命的神物啊！老板，你这几袋我全包了，多少钱？静儿，你疯了！这分明是发了霉的毒树根，你买它做什么？咱们的钱可是用来买救命粮的。爹，相信我，这东西不仅没毒，而且产量惊人。只要种下去，3个月后，我保证让全村人吃得饱饱的。客官真是识货，这3袋一共50斤，算您45文钱。成交，爹，搭把手，扛回家。你们看，刘家那小子又在发什么疯？好好的地，非要挖出一排排土沟，这还怎么种庄稼？而且还把大粪撒到地里了。景儿啊，这沤肥的法子也太臭了，乡亲们都在看咱们笑话呢。爹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，这叫科学沤肥，能最大程度保留养分。大钱的土包子们，准备好迎接来自21世纪农业科技的降维打击吧！刘景，3个月期限已到，本官今日特来收你的项上人头。赵大人开恩啊！这地里虽然长了些绿叶子，但是还没结出粮食，求您再宽限几日吧。宽限？军令状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这满地的野草就是他种出的粮食。来人，把刘景给我拿下，就地正法。慢着！赵大人，你连粮食长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也配当催粮官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长在泥里？这东西能吃吗？这叫红薯，大前朝未来的救命粮。一分地足足1000斤。
这不就是大一点的破草根吗？有本事你吃一个给我看看。能不能吃，试过才知道。小妹，生火。爹，尝尝。是甜的，又软又糯，比白面馒头还好吃。静儿，咱们有救了！赵大人，3倍的黄粮，我交够了没有？按照赌约，你必须脱下这身官服，然后滚出我们村。提督大人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个刁民刘瑾用妖术蛊惑人心，拿破草根冒充粮食，请大人立刻将他正法。草民刘瑾见过提督大人，此物名为红薯，耐旱高产，正是解决江南饥荒的良药。这真的是从这片干旱的荒地里种出来的。好一个刘瑾！你不仅救了这全村百姓，更是救了整个江南。来人，将这鱼肉百姓阻挠救灾的狗官扒去官服，打入死牢，听候发落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刘瑾，你立下如此奇功，本官要重赏你。3日后，江南商会将在醉仙楼举办研讨会，商议赈灾事宜。本官特邀你出席，将这红薯之法推广至整个江南。站住！要饭去别的地方要，这里是醉仙楼，今晚江南商会包场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我是受提督大人之邀来参加研讨会的。提督大人怎么会请你这种泥腿子？这请柬怕不是你从哪儿偷来的吧？赶紧滚，不然我可不客气了。怎么有一股子酸臭味？你们醉仙楼是怎么做事的？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往门口放？王公子息怒，这小子拿了一张假请柬，想混进去骗吃骗喝，小的这就把他赶走。哟，还真是提督大人的请柬。你叫刘瑾，是那个在乡下种那个叫什么红薯的泥腿子？原来他就是那个刘瑾，听说他种出了亩产万斤的粗草根，提督大人还真以为那玩意儿能吃，粗鄙之物罢了。哼，今日这商会谈的可是江南的经济命脉和诗词风雅，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户，懂什么叫风雅吗？刘瑾，本公子劝你还是哪儿来的回哪去。这醉仙楼的门槛儿，不是你这种脚上沾着牛粪的人能跨过去的。就算你进去了，也是自取其辱。想必这位就是王公子吧？我脚上沾的是能救江南百姓性命的土，而你身上穿的是搜刮民脂民膏换来的绸缎。论干净，你连我脚下的泥都不如。好一个牙尖嘴利的泥腿子！既然你非要进去丢人现眼，本公子就成全你，放他进去。我要看看，等会儿在宴席上，你这个文盲是怎么出丑的。公主殿下，这提督大人也真是的，怎么什么人都往商会里请？那个叫刘瑾的农户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还敢顶撞王公子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小环，看人不能只看衣服。此人面对权贵不卑不亢，眼神清明锐利，绝非池中之物。可是殿下，他不就是个种地的吗？能种出亩产万斤神物的人，岂会是等闲之辈？本宫这次私访江南，就是为了寻找能破局的奇才。且看他今日如何应对这满堂的豺狼虎豹吧。诸位，今日江南商会
本官要特别敬一位少年英雄，就是这位刘景兄弟，种出了亩产万斤的红薯，解了我江南大旱之危。来，敬刘景。提督大人，刘景种地确实有一手，这我们认。但今日是江南商会的风雅之宴，在座的皆是饱学之士，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户，坐在这贵宾席上，怕是有些辱没了斯文吧？王公子，英雄莫问出处。刘景有救民之功，如何做不得？江南历来重文风，既然他做了这贵宾席，不如就按咱们文人的规矩对联作诗。若是他能接得住，本公子心服口服；若是接不住，就请他自觉滚到门外去蹲着吃。王兄所言极是，种地和作诗可不是一码事儿。别说作诗了，他怕是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吧？你想怎么玩？好，本公子就先出个上联考考你。听好了，稻草扎村夫，此等泥腿也配登堂入室？王公子，你这太过分了！哼，锦绣国草包，这般纨绔，怎堪治国齐家？哈哈哈哈！好一个锦绣国草包，对得绝妙！你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有本事你当场作一首诗。今日宴席以酒和狂为题，你若做不出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作诗？老子身为穿越者，熟读唐诗300首，那就做几首诗仙李白的作品，让你们见见世面。好啊，不过我作诗有个习惯，需要走几步。曹植7步成诗，那是千古绝唱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学古人？本公子倒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花样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好一个绝世狂才！大秦立国100年，竟无一人能写出如此气吞山河的诗句。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千古绝唱，绝对的千古绝唱！刘景兄弟，你不仅是农神，更是我大钱的诗仙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一个种地的，怎么可能写出这种诗？我输了，我彻底输了！王公子，现在到底是谁不配坐在这里？提督大人，楼上的公主殿下看半天了，她说她想见见这位刘景公子。刘景兄弟，2楼有位贵人找你有事相商，你先上去吧。草民遵命。刘景，公主殿下召见，还不快快行礼？草民刘景，见过公主殿下，不知殿下深夜召见，有何指教？免礼。刘景，你今日在楼下做的诗叫什么名字？是你自己写的吗？本宫很好奇，你一个农户，从何处学的这等气吞山河的诗句？没想到堂堂公主竟然被几句诗词所吸引，没办法，只能骗到底了。回殿下，草民自幼家贫，无钱读书，只能在田间地头自学练习。这诗是种地时自己悟出来的，取名《将进酒》，能入殿下的耳，荣幸之至。好一个荣幸之至！那这亩产万斤的红薯，也是你自己开发悟出来的？红薯乃是草民偶然从胡商处购得，至于种植之法，则是草民日夜观察天象地利，结合农事经验，自行摸索出来的。刘景，你可知如今大前的局势？江南大旱只是其一，北方匈奴屡屡来犯，朝廷国库空虚，军粮告急。
你这红薯若真能亩产万斤，便是大钱的救命稻草。草民明白，草民愿将红薯种植之法毫无保留地献给朝廷，推广至全国。好，刘景，本宫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你不仅有经世之才，更有忧国忧民之心。本宫乃大前长公主萧明月，今日本宫代天子赐你金牌一面，封你为江南劝农使，正6品官衔。整个江南的农业皆由你节制，你所需的人力物力，本宫全力支持。臣刘景领旨谢恩，定不负公主殿下厚望。刘景，本宫期待你能为大前做出更大贡献。景儿啊，不，刘大人，这第一批红薯已经全部收上来了，足足有10万斤啊！爹，你还是叫我景儿吧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把红薯推广到整个江南，让所有人都吃饱饭。刘大人，北方急报，匈奴10万铁骑大举南下，连破3城，边关守将战死，朝廷大军粮草被劫，前线危在旦夕。匈奴人凶残成性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。公主殿下已经亲自率领3万禁军北上支援，但敌众我寡，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匈奴，冷兵器时代的骑兵冲锋吗？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刘大人，您画的这到底是个啥物件？6根铁管子绑在一起，还要用手摇，这能杀敌吗？老李，这些你不用管，只要把它造出来，别说10万匈奴铁骑，就是天兵天将下凡，我也能给他们打成筛子。老伙计，在这个冷兵器时代，你就是绝对的神。殿下，我们的箭矢已经耗尽，我们落石也用光了，匈奴人马上就要发最后一次冲锋，守不住了。殿下，您快走吧，末将拼死为您杀出一条血路。大前的公主，只有战死沙场，绝无弃城逃生之路。传令全军，准备白刃战。今日，本宫与雁门关共存亡。大前的绵羊们，你们的末日到了！弟兄们，给我冲过去！活捉大前公主者，赏牛羊万头！大前的将士们，随本宫杀！那是什么怪物？这是什么暗器？竟然能瞬间清空一片战场！刘景，他怎么来了？他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？欢迎来到新世界，大人，时代变了。魔鬼，大前人召唤了雷霆魔鬼，撤！快撤回草原，永远不要再踏入中原半步！天神下凡，这是天神下凡啊！我大前有救了！天神威武，大前万岁！兄弟们，快起来！我可不是什么天神，我只是个种地的农官。这玩意儿叫加特林，是科学的力量。刘景，你可知，你今日不仅救了本宫的命，更挽救了大前的100年基业。殿下言重了，臣身为大前子民，受殿下知遇之恩，自当挺身而出。
只是这铁疙瘩打造的仓促，子弹也打光了。若是匈奴人再冲一次，臣就只能拿他当烧火棍抡了。你呀，总是这般出人意料。在江南，你用红薯解了饥荒；在边关，你用这加特林退了10万大军。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本宫不知道的？殿下若是想知道，臣以后慢慢讲给殿下听。殿下竟然笑了！殿下平时可是冷若冰霜，居然对这个刘瑾笑得这么好看。刘瑾听令，臣在。你速速收拾行装，带上这台加特林的图纸，随本宫班师回朝，面见父皇。臣遵旨。宣长公主萧明月，江南刘瑾觐见。这就是那个一人退10万大军的刘瑾，竟然如此年轻。听说他还种出了亩产万斤的神物，简直是天降奇才啊！儿臣参见父皇，幸不辱命，边关之危已解。微臣刘瑾叩见陛下。快平身！明月，你信中说刘瑾研制出了一种名为加特林的神兵，瞬间击溃了匈奴主力，此事当真？回父皇，千真万确，儿臣亲眼所见。那神兵喷吐火舌，犹如雷霆降世，匈奴铁骑在其面前毫无还手之力。不仅如此，刘瑾在江南推广的红薯，如今已经大面积丰收，江南饥荒已彻底平息。好，天佑大前，降下如此奇才。刘瑾，你立下如此盖世奇功，朕要重重的赏赐于你。刘瑾，你献上的红薯如今已在江南全面推广，活民无数。边关一役，你更是立下奇功。朕本想重赏你，可现在朕却没法赏赐你。刘瑾，你有所不知，边关虽然退敌，但大军开伐，抚恤伤亡，已经彻底掏空了国库。如今朝廷连官员的俸禄都快发不出来了。老臣参见陛下。江南盐商联名上奏，说今年盐场欠收，制盐成本大增，要求将官盐的价格再提30%，否则他们就要停止向朝廷供盐了。放肆！这群吸血的蛀虫，百姓连粗盐都吃不起，再提30%，他们是想逼着天下百姓造反吗？陛下息怒，盐商们掌控着天下的盐井和盐矿，制盐工艺复杂，耗费巨大。若不答应他们，市面上无盐可供，百姓不吃盐便会浑身乏力，恐生民变呐。老臣恳请陛下暂且答应他们的请求，并向民间增收盐税，以充盈国库。王大人，那些盐商背后站着的是谁？你我心知肚明。他们垄断盐业，赚得盆满钵满，却要朝廷向苦难的百姓加税，这算什么道理？陛下，微臣斗胆，敢问如今宫中御用的食盐是何等模样？来人啊，把御膳房的青盐拿一碟过来，给刘爱卿看看。又苦又涩，还带着一股浓重的泥沙腥味。陛下，这等劣质粗盐就是天下最好的盐了。这青盐乃是经过10几次熬煮才得来的上品，只有皇室和达官贵人才吃得起，寻常百姓吃的都是发黑的泥盐。陛下，若是微臣能制出比这青盐好上100倍，纯白如雪，且毫无苦涩之味的细盐呢？刘瑾，此言当真？你可知制盐之法一直被世家大族牢牢把控，密不外传。不仅如此，微臣还不需要他们那些昂贵的盐矿，微臣只需要漫山遍野的毒盐即可。陛下，毒盐矿中含有剧毒，吃一口就会腹痛难忍，甚至七窍流血而死。这刘瑾分明是妖言惑众，想毒害陛下。王大人，刘瑾既然能种出亩产万斤的红薯，为何不能制出无毒的细盐？刘瑾，你若真能做到，这可是打破世家垄断、充盈国库的千秋之功。微臣愿立军令状，请陛下移步太医院药房，微臣只需半个时辰，
便能化腐朽为神奇，将那毒矿盐变成天下第1等的好盐。好，朕就信你一次。摆驾太医院，王爱卿，你也跟着去看看。若刘景真能制出细盐，朕看那些盐商还敢不敢要挟朝廷？这等毒闻着都让人作呕，老臣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它变成能吃的东西。去，拿些木炭来，捣碎成粉，再找些干净的细纱和几层细棉布，做个过滤的漏斗。刘景，这木炭和细纱有何用处？回殿下，这叫火性炭吸附与物理过滤。木炭粉有极强的吸附能力，能将矿盐水中的毒素和杂质全部吸走。细纱和棉布则能滤掉泥沙。水变清了。陛下，这只是第1步，接下来只需大火熬煮，将水分蒸干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到了。陛下，请品鉴大前第1细盐。纯正，极致的咸鲜，没有一丝一毫的苦涩与泥沙味，这简直是仙家之物。刘景，你竟然真的做到了，把漫山遍野的毒矿盐变成了无价之宝。王大人，这毒矿盐提炼的细盐，可还入得了您的法眼？有了这制盐之法，朝廷只需派人开采那些不要钱的矿盐，便可源源不断地制出细盐。那些想要挟朝廷的盐商，就可以让他们滚蛋了。完了，支持我王家的盐商完了，全完了。刘景，你不仅解了朕的燃眉之急，更是为大前立下了万世之功。传朕旨意，立刻成立皇家盐铁司，由刘景全权负责细盐的督造与售卖。朕要让这天下百姓都吃得起这雪白的细盐。3天了，小皇子高烧不退，身上已经开始出痘。你们这群自称国手的太医，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皇上恕罪，小皇子染上的是天花呀！此乃天降瘟疫，自古以来便是绝症，十死无生。老臣无能，只能开些清热解毒的方子，听天由命了。陛下，天花传染极强，为了保全龙体和后宫安宁，老臣恳请陛下立刻将小皇子移出皇宫，送往西山行宫隔离。张大人，我皇帝才5岁，你让他去西山行宫，那和让他去等死有什么区别？微臣刘景参见陛下。陛下，小皇子的病，微臣能治。不仅能治，微臣还能让这天花瘟疫从此在大前绝迹。一派胡言！刘景，你懂种地，懂制盐，难道你还懂医术不成？天花乃是瘟疫所命，连我太医院都束手无策，你竟敢在此口出狂言，欺君罔上！太医治不好的病，不代表天下人治不好。你们太医院用的是什么？一些无名的草药，相当于拿小皇子当实验对象，这与杀人有何分别？那刘大人又有何仙丹妙药？陛下，微臣不用仙丹，也不用草药，微臣要用的是牛痘。牛痘？那是何物？陛下，微臣在乡间发现，那些常年挤牛奶的农妇，虽然手上会长出类似天花的疱疹，但他们却一辈子都不会感染真正的天花。这说明牛身上的痘疮毒性极弱，人感染后不仅不会死，反而能在体内产生一种抗体，从此百毒不侵，再也不惧天花。荒谬！将畜生身上的污秽之物种入万金之躯的小皇子体内，这不仅是大逆不道，更是违背人伦。若是小皇子变成了牛头马面，你刘景担待得起吗？此人妖言惑众，意图用畜生之毒谋害皇子，其心可诛啊！请陛下立刻将其拿下。父皇，刘景屡创奇迹，红薯救灾，细盐充库，他何时让父皇失望过？
如今小皇子危在旦夕，太医院束手无策，为何不让刘瑾一试？儿臣愿以性命为刘瑾担保。好，朕就将小皇子交给你了，你需要什么立刻去办。若能治好，朕封你为大前医圣。微臣遵旨，请陛下立刻派人去京郊农庄，寻一头患有牛痘的母牛来。陛下，小皇子身染天花，我们靠近会被感染。那牛痘之法就是为了防止这一点的。我先给自己接种牛痘，防止染上，把小皇子起的水泡挑破，再将能够消炎的草药涂抹上去，很快就会好。老夫行医40年，从未听过如此邪门歪道。陛下，已经5日了，听说小皇子前2日高烧不退，手臂溃烂。刘瑾的畜生之法分明是加速了小皇子的病情，请陛下立刻下旨，将刘瑾满门抄斩。皇上，大喜呀！皇上，小皇子退烧了，身上的红疹全消了，手臂上的痘咖也脱落了，小皇子痊愈了。皇儿，朕的皇儿，真的好了，一点麻子都没留下。不可能，这违背了医理，挑破毒疮只会更严重，怎能治好天花？太医大人，医理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用来固步自封的。这牛痘之法不仅救了小皇子，更能救天下苍生。刘瑾，你又一次救了大钱，传朕旨意，立刻成立皇家防疫司，由刘瑾全权掌管。朕要封你为大钱医圣，赐紫金鱼袋，见君不贵。从今往后，这大钱的天下再无天花之患，将这牛痘接种法昭告天下，全国百姓无论贵贱，皆免费接种。10年寒窗苦读，眼看秋闱在即，如今一张最劣等的黄麻纸竟然要卖1两银子，一本《论语》要10两，我们连字都写不起，还考什么科举？世家大族垄断了造纸坊和印书坊，这是要绝了我们寒门学子的仕途啊！天理何在？陛下，京城纸价1月内暴涨10倍，如今更是有价无市，无数寒门学子买不起纸笔，甚至连刻骨的答卷都买不起，书生们群情激愤，若不平息，恐生民变啊！陛下，江南几大造纸世家一同递上文书，称近日造纸原料短缺，且皇家盐铁司强行征动工匠，导致纸坊停工。王大人，好一个原料短缺！本宫怎么听说是你们几大世家暗中囤积纸张，故意抬高物价？公主殿下慎言，造纸之术繁杂无比，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世家也无能为力。若朝廷执意打压，这科举怕是办不下去了。放肆！科举乃国之根本，你们竟敢拿科举来威胁朕！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老臣恳请陛下暂缓皇家盐铁组的各项新政，安抚世家，方能让纸价回落。陛下息怒，既然世家大族的纸坊无能为力，那这造纸印书的差事，微臣接了。刘大人，你莫不是疯了？造纸需要扼麻、捣浆，历经72道工序，耗时数月。如今距离科举只剩3天，你拿什么造纸？拿你的红薯叶子吗？张大人，老子不仅能在3天内造出纸，还能造出比你们世家那粗糙发黄的麻纸好上100倍的白纸。狂妄，简直是狂妄至极！陛下，刘瑾若能在3天内解决纸荒书荒，老臣愿辞去礼部尚书之职；若他做不到，便请陛下治他欺君之罪。一言为定。陛下，微臣只需借皇家公布的一处闲置作坊，以及300名伐木工匠。准奏，刘瑾，朕等你的好消息。用生石灰水浸泡竹子，大火熬煮。
刘大人，这纸竟然如此洁白柔韧，比世家卖10两银子一档的宣纸还要好啊！老李，这叫主旨。3天期限已到，那刘景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。今日过后，看他如何向陛下交差。大前的学子们，皇家造纸坊与印书坊今日开张。这是纸，如此洁白，如此平滑，这得多少钱一张啊？大前主旨，1文钱50张，4书5经，2文钱1本。科考在即，凡持有考试资格的寒门学子，每人免费领取白纸1000张，书籍10套。青天大老爷，刘大人给了我们寒门学子一条活路啊！1文钱50张，2文钱1本书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世家的根基，世家的知识垄断，全完了。刘景，你不仅给了他们纸笔，你给了天下寒门一个公平的未来。公主殿下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微臣要让大前的每一个孩子，无论贫富，都有书读，有字写。大前皇帝陛下，这已经是贵国败下阵来的第5位勇士了。看来大前的武术都是花拳绣腿，中看不中用啊。亲王此言差矣，我大前武将讲究兵法韬略，这等匹夫之勇的比斗，并非我朝强项。陛下，草原和西域只敬重强者。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若大前无人能击败我西域第1勇士巴雷尔，今年大前需再加丝绸10万匹，茶叶5万担。父皇，大前的男人太弱了，动作猥琐，毫无力量，真让人失望。父皇，儿臣愿下场一战。胡闹！你千金之躯，怎可与这等西戎莽夫贴身肉搏？若有闪失，大前颜面何存？陛下，杀鸡焉用牛刀？对付这种只懂蛮力的莽夫，微臣一人足矣。刘大人，你虽有奇才，但你是个文官啊！这巴雷尔力大无穷，一拳能打死1头牛，你切莫意气用事，白白送了性命。大前是真的没人了吗？竟然派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来送死！书生，亲王殿下，我们的功夫可不是用来表演的，功夫是杀人技。你们西域的摔跤确实不错，但破绽百出。小白脸，我要捏碎你的骨头！太慢了。好快的拳，好毒的腿法，没有半点多余的动作。这是什么妖法？巴雷尔竟然被一拳打晕了！亲王殿下，承让了。好，刘爱卿竟然如此凌厉霸道，你这套拳法叫什么名堂？回陛下，此乃散打，不重套路，只求实战，讲究快、准、狠。天哪！世间竟有如此奇男子，不仅智慧超群，连武艺都这般迷人。他刚才挥拳的样子，简直像天神一样。大前的勇士，你的强大折服了阿依莫。按照我们西域的规矩，击败西域第1勇士的人，就是草原上最耀眼的雄鹰。阿依莫，愿将自己最珍贵的短剑赠予你。这个西域蛮女，好不知羞耻。阿依木公主的厚爱，微臣心领了。但微臣身为大前臣子，这等贵重之物，微臣受之有愧，
还请公主收回。刘瑾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。草原上的雄鹰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接下这把剑。大前的镇国公，你的武艺确实天下无双，但我西域不仅有勇士，更有着称霸草原的黄金神兽雄狮。不错，大前皇帝陛下，武斗我们输了，但这斗兽，大前可敢接下？若大前找不出能击败我西域雄狮的猛兽，那便说明大前的气运不如我西域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如果大前的野兽输了，刘瑾，你必须跟我回西域，做我的驸马。大前境内多是些豺狼虎豹，但体型皆不如这异域雄狮庞大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天下万兽之王，公主殿下，你怕是没见过真正的庞然大物。哦，难道大前还有比雄狮更可怕的猛兽？陛下，在我大前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，生活着一种真正的百兽之王——东北虎。其体型之巨，力量之强，远超这西域病猫。微臣恳请陛下，给微臣半个月的时间，微臣亲自带人去一趟辽东，定将那百兽之王带回京城，让西域输的心服口服。好，朕准了。沿途800里加急驿站全部为你敞开，日夜兼程。古代的吗啡散起效太慢，这是我用现代化学提纯法浓缩的强效麻醉剂。只需一滴，就算10头大象10个呼吸内也得乖乖躺下。天哪，这世上竟有如此巨大的野猫！就算是西域狮子，恐怕也没它大呀。上金刚锁链，装入特制铁笼，日夜兼程，回京。半月期限已到，那刘瑾怕是早就成了野兽的腹中餐了。大前皇帝陛下，准备好履行赌约了吗？镇国公刘大人携百兽之王归来！镇国公刘大人携百兽之王归来！让公主殿下久等了，开笼！这是什么怪物？世上怎么可能有比雄狮还要巨大的猛兽？好一个百兽之王！刘瑾，你干得漂亮！大前的镇国公，你赢了。你的智慧，你的武勇，甚至你找来的猛兽，都让我西域望尘莫及。阿依莫被你征服。公主殿下承让，大前与西域若能化干戈为玉帛，互通有无，才是天下百姓之福。大前的镇国公，西域敬重真正的英雄。你不仅武艺卓绝，智慧更是如星辰般耀眼。我阿依莫会想念您的。公主殿下言重了。大千与西域结为友邦，互市通商，才是两国百姓真正的福祉。刘瑾，我知道你心中已有牵挂，
自古英雄配美人。若是有一天大钱容不下你，西域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多谢公主美意，但刘景的根在大钱，我的心也只属于这片土地上的人。驾！大钱的英雄，后会有期。怎么，舍不得这位美艳的异国公主？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公主殿下难道不知微臣的心意吗？油嘴滑舌，哼，不理你了。刘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天降神光，难道你真的是天上的神仙？如今要飞升了。刘景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陛下，殿下，微臣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了。这道光是来接我离开的。离开？你要去哪里？大钱如今百废待兴，朕离不开你。大钱不能没有你啊！陛下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微臣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。临走之前，微臣有2样东西要作为最后的礼物献给大钱。这是什么？陛下，这才是真正的世界。大海的彼岸还有无数的土地和未知的文明。微臣希望陛下不要局限于脚下这块地界，世界远比您想象的要大得多。我们目标是星辰大海。星辰大海，朕记下了。陛下，另一件是一张名为蒸汽机的绝密图纸，这是农业文明升级到工业文明最重要的转折点，也是起点。刘景，你的话我记下了。陛下，神器可护国，亦可灭世。微臣将它交给您，是希望大钱能敞开科技大门，不可闭关锁国。朕待大钱万世子孙，谢先生赐宝。朕发誓，定不负先生所望，让大钱的龙旗插满这地图上的每一个角落。刘景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要去哪里？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明月，对不起，我一直瞒着你。我其实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我来自1000年后的未来，我是一个穿越者。1000年后，明月，我问你，你愿意放弃这大钱长公的无上尊荣，放弃这里的一切跟我走吗？去我那个时代，去看看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。刘景，你说过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。我一样，没有你的大钱，对我来说只是一座冰冷的囚笼。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明月，刘景！天哪，这就是你说的未来，这简直是神仙居住的水晶宫。刘景，我们真的来到了1000年以后。欢迎来到大钱地球国首都。2234年，全球天气晴朗，祝您生活愉快。我操，大钱，整个地球全是大钱的疆域。看来父皇和皇兄并没有辜负你留下的那张世界地图和蒸汽机图纸呢。你一不小心把大钱打造成了地球唯一的霸主。明月，看来在这个时代，你依然是这颗星球上最尊贵的长公主殿下。